棋友们好，欢迎观看四郎讲棋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盘世纪之战，出自13年全国象棋冠军邀请赛。红方是外星人王天一，黑方是胡荣华胡司令。这两位都是象棋界的旷世奇才啊。只不过下这盘棋的时候，一位已经年近70，一位正值巅峰。而且这盘棋是两个人唯一的一次交手。看完这盘棋呢，四郎总结出8个字：下的悲壮，输的光荣。来吧，棋友们，我们一起看看棋吧。开局，王天一先手兵七进一，仙人指路。胡司令以足底炮应对，红方架中炮，黑方补象。红方边马，黑方边马，红方直车，黑方横车。红方拱边卒，黑方平车站肋。红方正马，黑方进车巡河。开局还是比较平稳的啊。接下来红方再出车，那胡司令这个车在巡河，他就冲边卒，活通马路。红方拱掉，黑方杀过来。现在红卒没跟，那王天一打中卒一将，那黑方只能补士了。红方这时候往上跳马，黑方上马踩中炮，红方一退，黑方再往中路跳。接下来红方补一手象，黑方平车站肋。红方冲起两头蛇，活通马路。好了，走到这儿，那么接下来胡司令所走的棋呢，全是围绕红方的中炮所展开的进攻啊。接下来他把车放在这儿，这招棋就问你天一管不管，你不管我先拉住你的车炮还捉马。那红方只要把炮平开，这时候胡司令直接上马交换，红方直接踩掉，黑方一吃。那么换完以后，下一招胡司令可要杀中兵了，准备欺负红方的中炮。那这里如果说红方过来保兵，其实呢问题也不大，黑方可以砍炮啊，红方不能拱丢车了啊，但是红方也可以砍炮。那黑方把车打，红方给车拱，这样走双方是比较平稳的。我们看一下王天一是怎么走的啊。好，回到这儿啊，这里黑方马上要杀中兵，当时王天一走出一个妙手啊，他往前送兵。这招棋太厉害了，如果说胡司令吃中兵，那么红方上马踩了3个，但是当时胡司令就是这样走的。那我们就看一看胡司令为什么要这样走，他为什么不能把这个兵吃了。那么吃了以后，红方也是上马踩车，那黑方肯定要躲车了。接下来红方可以把黑方弹子炮给破掉，黑方打过来，虽然说红方现在是铁门栓，但是没事啊，黑方这个车在肋道。红方接下来可以怎么走呢？他可以这样走，捉炮。这招棋可很厉害啊，黑方不能逃。如果说你随便一逃炮，无论你逃到哪儿啊，红方把炮往这一放，这个棋马上要突破，肯定不行。这里黑方最顽强了，只能说杀中兵，跟他对着干。但是红方依然可以多打个士，多打个士，这就是优势。我估摸着胡司令当时已经算到这招棋了，他没有这样走。那我们再看实战，回到这儿啊，这里红方冲兵了，下一招准备上马踩车，当时胡司令就杀中兵了啊。那红方上马踩俩，那胡司令已经想好了一车换双了啊，他就砍炮了。黑方踩车，红方吃马。但是这样换完以后，红方可是有个过河兵啊，那他就把这个兵平开。接下来胡司令呢平炮打车，你要是躲车，黑方就踩兵啊，那红方就平兵了。那胡司令再捉兵，红方进车保兵，黑方冲卒阻断，红方拱过来，黑方吃兵。那么一番折腾以后，红方依然有个过河兵。那下一招棋啊，不出意外，黑方会上马打车，红方呢就先把车一提。那这里呢我得先说一下，黑方这里是不能吃兵的啊，吃完以后呢黑方一飞，这红方吃炮了，那这个棋不先棋盘了吗？肯定不行啊。当时胡司令平车抓炮，红方一躲，然后再给马一跳，这时候天一吃个卒，胡司令继续跳马。那红方为了防止黑方这个马乱跳，他就先把车退回来防守。接下来黑方继续调整阵型，平车捉炮，红方把炮一平，黑方过来对子儿。那红方不愿意交换，他就平开了啊，黑方再捉，红方一躲，再捉一下还躲。那这里不能长捉，但是你不管他，一会儿他有可能下底炮啊，那黑方赶快平炮挡住。但是这招平炮呢属于是防守棋，接下来王天一抽出空来捉一下马，那这个马已然是前继无路了，黑方就回马踩车，而且对着炮。那王天一呢就先把车平过来站肋，胡司令给炮一打，红方给炮一吃。
那么交换完以后，红方刚好是先手，现在下底不是连杀吗？黑方没有心情踩兵啊，他必须得补士。那补完士以后，下人都不用想，黑方肯定要吃兵了。但是王天一这个棋下的好啊，他并没有往前冲，他先把车放在这儿，先拉住你的车马。那胡司令肯定不能象飞兵啊，这丢个象阵型不完整了。但是这边拉住车马了怎么办呢？当时他就平炮了啊，准备退到巷口把红方这个车挡住。那王天一就先打好提前量，把车放在这儿，防止一会儿你黑方跳马。这个棋下的是非常的老练呐。那你放在哪儿，黑方也得回炮啊，不然车马没法动啊。那这时候红方一看拉不住了啊，他就开始研究这个兵了。他把车放在这儿，卡住象眼，随时可以进兵或者平兵。那胡司令一想，这个棋够呛能赢了呀，要是能走和也不错呀。他当时呢选择一招回马，故意卖了个破绽啊。什么意思呢？假设红方过来捉马，那黑方这马不逃了，就是给你兵踩了。红方给马一吃，黑方再一回象，这个棋以胡司令的棋力绝对和了。但是王天一确实不是一般人啊，他就没有捉这个马，而且他还没有着急平兵。如果说你平兵，黑方上马打着兵踩着车，这样走也是和棋。你看王天一怎么走的？他先平车叫杀，那黑方肯定要应一手棋啊，然后再平兵。那你要是再踩车的话，那红方杀边卒了，你现在炮打不了兵啊，人家这兵有根了。王天一这个棋走真是一点瑕疵都没有。当时呢红方平兵，胡司令一看呢也不能上马踩车了，他就先冲边卒了。那这个时候红方再过来捉马，那现在这个马可就不能弃了，他就往回跳了。接下来红方飞象，黑方上马踩车，红方把车一平，黑方又退了一步炮，把这个车一亮，红方又补了一手象，黑方又等了一招。这时候红方进车腰对，那胡司令没有直接对调啊，他先平车，你吃我，我这个马就上去了。那红方平车站肋，逼着你对车，你要是再不对的话，我就进车卡象眼了。那胡司令一看这不行啊，就直接把车吃了。红方一拱，那么现在这个局面呢，由于红方多了一个兵，这个棋红方是有胜算的啊，那还得往下走啊。接下来胡司令往上跳马，红方呢捉了一下炮，黑方把炮一提，红方进中兵拱象。那拱象这个象肯定是保不住了啊，你要是飞象的话，那红方捉双就行了，这肯定要丢一个啊。当时呢胡司令就回马了，他有他的打算啊。那红方也是把象拱了，拱完以后黑方先平炮打红方的边兵。那红方早有预谋啊，他先落象，落象把老帅露出了以后啊，那黑方就不能打边兵了。你要是打了，红方就不用拱中士了，他可以平兵拱马了，这个棋就更厉害了。所以说黑方他不敢打。当时胡司令把马往中路跳啊，这手棋首先你车不能动了吧，你一动车踩兵，而且你也不能平兵了，不然踩车啊。当时红方就把中士拱了，这是带将的，黑方只能士吃了。红方把车一退，又把这个边兵给保住了，而且下招平车捉马了。那黑方赶快回马保住中士，红方也是平车做中。那现在双方是一个互相牵制的状态，现在红方不敢进车，黑方打兵呢，那黑方这俩子也不敢瞎动啊。当时胡司令就退了一步炮，那王天一先把老帅请出来，一会儿准备借帅助攻。黑方呢还是没起走，继续动炮，红方飞边象，黑方退炮，红方飞高象，再动炮飞边象，又动了一下炮。走到这儿呢，王天一就变招了，他把车往这边一甩，那么甩完以后，现在黑方就不能动炮了，你再动捉马了。当时呢胡司令就飞个中象啊，然后红方就进车把这个象给盯住了。那下一招估计王天一要平老帅了，然后再下底车，胡司令先落个士，红方也是平帅。这时候呢胡司令一看来机会了啊，他往上跳马，红方退车一捉，黑方上马一将，红方垫象，黑方进炮打兵。这个打兵的计划终于成功了，但是这个棋呢还是和不了。接下来王天一并没有杀边卒，他选择平车捉马。那么这一捉，这个马就不能往回跳了，没有点了，而只能往上跳。然后红方杀象一将，黑方垫士，
垫势以后再把车一退。这招棋一是防你这个卒过河，第二是防止你这个马往回跳。那胡司令只能硬着头皮踩势一将，红方躲开，然后回马一将，黑方再躲。那下一招棋红方肯定要飞象，然后车砍中士了。那最后一招棋胡司令为了保住这个中士，他选择平炮一将。但是接下来王天一直接飞象，一招毙命。走到这里胡司令就头子认输了，因为黑方已经没棋走了，马保着炮，这俩子都不能动，老将没法动，不然丢士。你要是冲卒的话，那红方把卒吃了，下招就准备过来捉马了。黑方这里也没啥棋走，只能说先退个炮。那红方平车一捉，那你还不能往中路跳，不然捉双。你要是往这儿跳，红方还飞象，所以说黑方这个马只能说往这儿跳了，往这儿跳也保不住啊。首先红方下底一将，他一落士，然后再捉炮。你这个炮要是进的话，平局不抽了吗？他只能退，退的话红方再捉。那你要是再退的话，红方把车往这边一甩，现在下底是绝杀，黑方只能出将了啊。这时候红方一将，他一上，然后红方再一退车，黑方这个马就必丢了。这招棋走，黑方就不能跳马了，平车扣死了。他这里顽强一点，只能说进炮了。那红方平车一将垫炮，给这个马一吃，这种局面红方是必胜的啊。那么这盘史诗战役就讲完了，一切呢也该归于平静了。这盘棋绝对能载入史册啊！好了，棋友们还想看谁的棋，打在下方评论区，别忘了给四郎点波赞啊！我们下期视频见。